比特币现在还值得买入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呢，上面标示了比特币的挖矿电力成本，还有比特币挖矿的总成本。我们可以发现自从比特币减半过后，电力成本还有挖矿成本呢，都垂直上升，直接上涨2倍。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减半过后呢，要挖出一颗比特币的难度呢，成本已经提高为2倍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颗比特币的电力成本就高达$77,393，是远高于当前在二级市场比特币价格的$63,500的。所以其实比特币就成本的角度来看呢，依然是远低于当前的价格。那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挖矿的成本会呈现90度的上升呢？其实就是由于减半所以我们可以从图表上面来看当我们在过去呢成本90度垂直上升的时候，就代表我们当时迎来了减半。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在2020年有一次成本呢非常陡峭的上升。那我们当时呢在2016年的时候也有一次成本陡峭的上升。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一个东西它的价格呢低于它的成本，就代表现在是非常值得买入的时机点。那为什么比特币成本呢要分成电力成本还有生产成本呢？其实生产成本它一定比电力成本要高，因为生产成本除了电力成本之外，还有人员的成本、厂房的成本、管理的成本等等的。所以其实现在就矿工来说呢，每产生一颗比特币的总成本已经来到了$128,989了，已经快要是现在比特币价格的2倍了。那电力成本又是生产成本里面呢重中之重所以其实以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来说呢，其实是要低于生产成本的。其实我们可以直接从黄金的角度来看现在黄金每盎司的价格呢，大约是$2,500左右。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说要产生每盎司黄金的成本呢，如果在$3,500，那么对于现在每盎司$2,500的黄金来说，还会贵吗？其实完全不会，因为我们要判断一个东西的价值，我们要看它的生产成本是多少那其实就比特币的历史来看呢，我们要低于电力的成本，就单单电力还不是生产成本单单电力的成本，这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发生了。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如果我们复盘比特币过往的历史基本上比特币的价格呢要低于电力成本挖矿的电力成本基本上只会有2个时候。第一个时候呢，就是在熊市底部，你可以发现当时我们在15000的时候，我们比特币的价格确实就低于电力成本，当时就是最值得买入的时候。那当然同样的状况呢，也出现在我们2019年的底部，还有我们在更早期的底部。那我们第2次机会呢，就是在减半的当下，因为减半的当下呢，矿工的成本会陡然的上升，而比特币的价格呢，它后面会上涨，但是在短期内呢，没有办法波动那么大所以我们就会出现比特币的价格呢，它要低于或者是接近挖矿的电力成本，单单电力你可以发现当时在减半的时候，还有我们现在，还有我们之前呢减半的时候，它都出现过这种状况。那其实这就代表比特币依然是值得买入的。而且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过往的牛市当中呢，最后比特币的价格呢，它都要远远的高于生产成本，对吧？你可以想想看如果说比特币价格都没有高于生产成本那最终比特币就会消亡殆尽。所以比特币上涨，它本身对于这个模型来说，它本身就是刚需。好，那说到了矿工的影响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矿工投降了。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我们在过往减半的附近呢，都会有一次矿工投降，因为矿工的成本直接变成2倍了。你可以想想看这有多么夸张大概就直接是2倍。但比特币的价格没有办法在短期内直接变成2倍所以他们就会入不敷出。那这个时候就开始会有矿场投降，他们就会把矿机给关机就节省下这些电力，
毕竟挖出来的这些比特币呢，也没办法比电力还要更高。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当时我们在矿工投降之后呢，我们随即就到达了牛市的顶峰，中间再也没有任何一次矿工投降了，就再也没有我们在比较低的位置、相对低的位置买入的机会。你可以发现我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在减半附近啊，当时也确实迎来了一次矿工投降。然后我们之后呢，就再也没有矿工投降过了。随即我们就到达了比特币那轮牛市的顶峰，中间都没有间隔啊。那当然呢，我们当时在2020、2021的牛市的时候呢，它确实是比较不一样一点。不过基本上我们也在减半过后呢，随即就看到了一次矿工投降，因为矿工的成本上升的太厉害，但是价格呢却还跟不上。那其实我们当时如果在这里入手的话，会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有利润。那当然，我们当时在2020年的11月又出现了一次。那其实当时呢，会矿工投降，就是因为比特币的上涨啊，它跟不上，上涨的还不够快，所以我们又出现一次投降，然后我们就到达了顶部了。那你可能会说这里还有一次啊，但是这一次我会认为就比较有争议一点哦，因为其实我们到达69000，其实跟当时在65000呢，也只不过在相同的区间内而已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我们上一次矿工投降啊，大概是在25000左右附近。那我们这一次减半过后呢，我相信只要我们的价格它没有快速的翻倍，只要没有快速的上涨，那我们也会出现矿工投降的。而且呢，非常有可能就是我们这轮牛市到达顶峰之前最后一次矿工投降了。所以我认为我们最近会出现一次值得买入的机会。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上涨的状况。所以其实现在呢，就以成本的角度来看，比特币它依然是不贵的。那如果你想要掌握这些交易机会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现金哦，就是可以提币的。你只要$5003天，就可以拿到$36.5的现金，一样可以直接提币走。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全球资产排名里面比特币的排名。你可以发现呢，比特币刚刚超过了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现在根据比特币的价格呢，比特币的总市值是在1.2个 trillion 美金左右。那我们可以稍微计算一下，如果以刚刚比特币的生产成本来说，我们比特币要翻倍是绝对不困难的，也就是到达13万美金左右。那到时候呢，比特币的市值大概会是2.5个 trillion 呢，也就是我们可以稍微比较一下苹果也不过2.6个 trillion，Microsoft 不过3个 trillion， 也就是比特币在这轮牛市呢，我们即将挤进全球资产排名的前3名，就单单以成本的角度所以其实我认为这轮牛市我们还大有可为。虽然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我们牛市已经走了一段了，这是事实。可是对于这轮牛市来说，我们绝对还有路要走。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们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